我是大漠，一名穿梭于现实地景与数位虚拟间的记录者。地点：高美湿地，时间：2023年9月17日。大漠担心高美湿地周边没有停车位，于是就将车停到外围的居停停车场。就这样意外地收获了一座双曲景观桥。双曲景观桥是台湾第一座双塔双弧线造型的斜张桥，特色是没有使用桥墩支撑桥梁，而是利用岸边两座塔上的钢缆拉住整座景观桥，达到减少对生态环境的冲击。双曲景观桥上可以欣赏到面积大且绿意盎然的云林官草。过桥之后，来到了高美风车大道。大道上一整排的大型风力发电机，还算是蛮有看点的。因为大漠的肉眼看不到尽头，于是就先回头前往高美湿地了。下次再来记录风车大道。在没有查看潮汐表的情况下，大漠幸运地遇上了海水退潮，整片湿地都露了出来，有机会观察到许多的生态环境。木栈道还蛮长的，中途也没有任何遮蔽物，建议大家带一把伞以及足够的水，以防自身中暑。另一片绿意盎然的云林官草。木栈道尽头聚集了好多人，不知道在看什么。木栈道旁有许多小小的和尚蟹，和尚蟹也被叫为冰蟹，因为它们在退潮的泥滩上成群结队寻找食物的样子，就像好几支部队在排兵布阵一样。木栈道上可以看到刚刚的双曲景观桥和高美风车大道。更深入后，一旁的和尚蟹多到让人感到密集恐惧症发作。木栈道右侧早期是高美海水浴场，是当年的热门玩水景点。高美海水浴场的消失，是因为台中港的兴建，港口的海堤让海流改变，造成了海水浴场渐渐淤积泥沙，游客们不再来此玩水，最后就关闭了。但也因泥沙淤积，让它成为了生态丰富的高美湿地。高美海水浴场也变成了众多鸟类、螃蟹的栖息地。看看远方那成群的鸟类，也是令人密集恐惧症发作。终于接近那聚集人潮的尽头了。这边的视野可以更好地欣赏高美风车大道那数根巨大的风车。再来就可以看看尽头处的人群们都在做什么了。原来大家都是在抓螃蟹。原因是高美海堤往外500公尺内是高美湿地生态的核心区及缓冲区，是禁止抓捕螃蟹的，因为要保护湿地的生态。而500公尺外则是永续利用区，开放抓捕螃蟹，所以政府新建了木栈道，让游客们直接来到高美海堤500公尺外。抓螃蟹时要小心，不要走进了高美海堤往外500公尺内，这样不仅仅会受罚，还有可能破坏生态呢。大漠欣赏完风景后，就先回头了，没有想到这里还可以抓螃蟹呢。往回走的风景也别有一番风味。离开前，大漠拍摄下在高美湿地的最后一张照片。木栈道入口处有种植好多棵厚叶石斑木，上头结了满满的果实。对植物不熟的大漠，看到这些果实，只觉得它们是蓝莓。网络上有的人说可以吃，有的人说不可以吃，那我们就不要吃好了。回家的途中，大漠在西湖服务区休息，刚刚好碰上了夕阳，这让整个西湖服务区更加充满了秋天气息。在大漠的印象中，西湖服务区风很大，在冬天的时候非常的寒冷。没想到西湖服务区在黄昏时还可以这么美。